姐姐，今日在景阳宫受惊了吧？你消息倒是灵通。坐。如今宫里个个都盯着景阳宫呢，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知道的？往后这宫里的眼睛得盯到延禧宫来了。姐姐的意思是说，一个景阳宫就足以引来毒蛇。往后宜贵人迁宫了，这延禧宫岂不会成为蛇虫鼠蚁纷至沓来之地？我正担心这个。姐姐别担心，你看，姐姐，你看，这些是什么草？这个是薄荷叶、艾叶，还有半枝莲，都有驱虫辟邪的功用。我想着做一些香包挂在延禧宫里面，希望可以驱邪避灾。你也觉得宜贵人遇蛇十分蹊跷？是啊，你想宜贵人遇喜，人人都伤心呢，怎么会突然出现毒蛇，又这么恰好就落在宜贵人的住处？姐姐，今日若非你沉稳，宜贵人他们母子的性命便很难说了。是啊，是巧。宜贵人那里闹了蛇，双喜，主儿，宜贵人那儿的蛇，别是你那儿跑出去的？不能啊，奴才养的都是无毒的蛇。再说了，奴才竹篓里的蛇一条都没少啊。那就好，还是把你的蛇扔了吧，省得旁人疑心咱们。吃。来，主儿，听说宜贵人被蛇一下挪去了贤妃宫里。挪去了贤妃宫里？除了皇后照顾有孕嫔妃，自然是本宫分劳，哪轮到她惹人嫌？真是越俎代庖。主儿，东西得了吗？按照主儿的吩咐，奴才得了一些突然景阳宫的油彩。下去吧。这。海兰，你看看这些油彩有什么奇怪的？姐姐，这油彩里面混着蛇莓汁的味道，我从小在乡间长大，对这个味道挺熟悉的。只是，姐姐为什么这么问啊？我今日命景阳宫撒了雄黄石灰，谁知至我离去的短短2个时辰，已见数条毒蛇遁走4窜。我这才想起，景阳宫因宜贵人遇喜，特意装饰华彩。不知是谁从中做了手脚，才引来这些脏东西。这内务府装饰景阳宫，经手的人可多了，此案难查呀。姐姐，你可要将此事禀告皇上？自然要告诉皇上。宜贵人就要搬来延禧宫暂住，在她平安生产之前，我们怕是有的仔细了。海兰，你心细如发，还得多靠你。姐姐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心尽力。卓，到喝做胎药的时候了。这做胎药的气味，我闻着就害怕，又不得不喝。我总盼着有个自己的孩子。我也是呢，不喜欢这味道。皇后娘娘发了善心，咱们便多了件苦差事。你这是做什么啊？我既不盼望生子得女，也不盼望皇上的恩宠，
喝着劳什子做什么呢？苦了舌头。海兰，你应该趁着青春正好，得个一子半女，终究也是个依靠。有了孩子未必是件好事。你看，玫瑰人生了孩子就遭弥天大祸，宜贵人呢，还怀着身孕呢，就不知道被谁陷害。我既没有这种防身的本事，还不如就安稳的过日子吧。可是姐姐，别可是了。我有了姐姐你呀，我便有了依靠啦。这是三宝弄来的油彩，里边的蛇莓气味会吸引毒蛇。朕明白你的意思，修饰景阳宫是嘉贵人提议，也是皇后的意思，皇娘也应了他。这兴师动众，却惹出这般的祸事，朕即便要追查，可是皇上是不是怕经手的人太多了，便查不出来了？如意啊，宜贵人住在你的延禧宫，朕很放心。你这般的细致，一定会照顾好她，不会出任何意外。玫瑰人的孩子已经这样了，朕真的不希望再有任何波折了。臣妾定会照顾好宜贵人的，请皇上安心。臣妾听得二阿哥得了哮症，特来看望。正好前儿阿玛差人送来了一匣子冬虫夏草，给二阿哥补身最相宜。劳你有心了。皇后娘娘，太医怎么说呀？哮症这个病，也没怎么说。但愿宜贵人的孩子在胎里便能健康一些，不要像永莲这般体弱。贵妃娘娘留步。何事？贵妃娘娘今日来探望皇后娘娘，不只是为了送冬虫夏草而已吧？春光正盛却召不进咸福宫，贵妃是来请皇后娘娘做主的吧？知道还问？只是现在皇后娘娘心思都在二阿哥的病上，旁的怕都顾不上。嫔妾可真是羡慕宜贵人，若她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，皇后娘娘肯定要抚养，那这一胎皇子可就尊贵了，岂不成了半个嫡子？这宜贵人啊，就更是母凭子贵喽。二阿哥体弱多病，皇后娘娘膝下多一个养子，这是好事儿啊。皇后娘娘膝下多个皇子是好，只是眼下这宜贵人住在延禧宫，若是这贤妃又用了什么法子，就像抚养大阿哥一般，也抚养了宜贵人的孩子，那贤妃岂不又多了个皇子？若是这样，咱们连同皇后娘娘日后的日子，怕才就真难过呢。不必你在这儿挑唆，本宫与贤妃不睦已久，自然不会碎了她的心。而且宜贵人住进延禧宫，还不是你在皇上面前的主意。贵妃知道的，二阿哥病着，嫔妾不过就是为了皇后娘娘还有二阿哥着想。若是这宜贵人住在长春宫，与二阿哥养病不宜，况且宜贵人有孕在身，身体娇弱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这皇上是要怪罪的。不过这话说回来，若是宜贵人出些什么事，倒霉的也是贤妃，左右不干咱们还有皇后娘娘的事。阿若的阿玛在您阿玛手下办事，要是她可以随时告知咱们宜贵人胎相的消息，那就好了。阿若，天色不早了，嫔妾先告辞了。
去找小福子来。哎，等等，这什么呀？哦，宜贵人怕冷，这是给宜贵人驱寒用的红罗炭，刚从景阳宫送来。不错，这宫里早没了炭火，只有我们家主子还在用，皇上特许的。打开看看。啊、好，送进去吧，找个角落里放好啊。多谢贤妃娘娘，这儿可真是精致。说不上精致，地方狭小，你只能带一些随身的物件，其余的先留在景阳宫，随时去拿便可。这香包里面塞的都是香草，驱虫用的。定是海贵人手巧，劳心劳力为我做的。宜贵人可是孕中怕冷，才点了这么多炭盆。是，嫔妾已叫人多端了些炭盆来取暖。可是这个炭有点呛人。贤妃娘娘宫里早停了炭盆，难免有些闻不惯吧？嫔妾这儿点着檀香呢，闻着倒不觉得呛人。你闻得惯便好。主儿，您该喝安胎药了。宜贵人，你这安胎药的药方和药渣能否让我带回去查一查？贤妃娘娘是觉得这药有什么不妥？那嫔妾不喝了。不是不是，你现在住在延禧宫，你的衣饮衣食我都得格外仔细，只是小心，并非说药有不妥。多谢贤妃娘娘关心。后面人跟紧点。小心，什么声音？慢着，这是什么？回主的话，这是御膳房送来的新鲜鱼虾。贤妃娘娘，奴才是小福子的兄弟小路子，宜贵人玉玺想吃些新鲜鱼虾，这些个都是御膳房特地为宜贵人准备的。我看看那桶。一向都是你送的吗？一向是奴才经手。送进去吧。这。主，宜贵人的安胎药方和药渣，不如交给奴婢去检查。你找的太医可靠吗？可靠。姜太医是奴婢的家乡旧识，他虽然官职卑微，不过奴婢相信他的医术。你是相信他的医术，还是相信他的人？主，看来我不必为你找婆家了，你已经找到心上人了。奴婢不敢。你让他在太医院好好做，有朝一日会成全你们的。环心在。之后宜贵人的膳食一并要由嬴政试过。是，贤妃娘娘。贤妃娘娘如此小心，为了你们母子，再小心也不为过。请主们用膳了。
主，今儿的菜色共8品，有琵琶大虾、绣球干贝、炒珍珠鸭、奶汁鱼片、鲜蘑菜心、玉笋蕨菜、砂锅煨鹿筋和金腿烧鱼圆山鸡汤。这些鱼虾都是发物，吃这么多，宜贵人不怕会生痈疮吗？都说有孕时多吃些鱼虾，孩子聪明。为了孩子，生点痈疮算什么？这些话都是哪儿传出来的？玫瑰人也爱吃鱼虾。就是玫瑰人那会儿，我听纯平娘娘跟嘉贵人说过，就记着了。哦，纯平有过阿哥，想必这话不会有错。臣女富察氏在中司门下祈愿，臣女愿意折寿20年，换得爱子永莲孝正早育，平安康健，一生无灾无恙。永莲还小，受不起这孝正之苦，就让臣女带永莲来承受吧。皇后，皇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朕问了你2次，永莲如何？你说无妨。可朕方才听你说，永莲得的是孝正。臣妾不敢以儿女之事屡次惊扰皇上。皇上，可期太医说永莲竟得的是孝正，臣妾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李煜，你去告诉贤妃，不必等朕了。这，皇后，朕陪你去看永莲。来。皇上，太医说了，永莲的风寒已无大碍，只是孝正怕是无法根治。是臣妾无能，永莲的孝正是胎里带来的弱症，臣妾无颜见您，更对不住永莲。皇后不必过忧，朕会让太医院的人好好给永莲医治，便是不能根治，细细调养，也会保她无碍。可永莲是嫡子，得了孝正，又如何可以习武骑射？只能一辈子安安静静的。永莲能修文治天下，照样是朕和你心爱的孩子。只要永莲能好，臣妾愿意长跪安华殿为她祈福。朕的心里啊，对永莲有无限的寄望，她一定会没事的。酒也凉了，菜也凉了。阿若，你去热热吧。请贤妃娘娘安。皇上是不来了吧？皇上见皇后娘娘在中司门前为二阿哥祈福，皇上关切二阿哥康健，所以去了长春宫，还请贤主不必等候了。皇上爱子心切，本宫明白。